大家好，我是陈老师，欢迎大家今天参与我们的直播。这个礼拜啊，真的是非常精彩的礼拜。老师本来想这个礼拜我多准备一些怎么样，后面要更新的节目，然后呢，我就好好去做一下其他工作的准备。结果谁想到礼拜五去更新了那个，礼拜三更新了总论，然后礼拜五更新了那个什么因果论命。就礼拜六又来一件事情，就更新了那个昨天我们更新了那个是前天了，昨天了，我们更新了那个三档之后的那个命理名人堂。说这个礼拜啊，真的是更新周，本来以为可以静下心来好好把文案写一写，结果啊，真的是太精彩了，你知道吗？好，那我们还是稍微我们前面话不多说哈，我们其他事务在我们后面再讲。首先呢，我们谈一下这是台湾的选举哈，台湾这个选举啊，其实很有意思，你知道吗？因为啊，这个代表是说啊，我们台湾的百姓啊，对这个整个政治制度的很不信任感，它的意味是很重的。怎么说是不信任感呢？因为大家都觉得那个蓝就觉得是说呢，但绿的会稳上，那代表什么呢？代表上一次的大选里面的争议跟疑虑是太多了啊，我们只能讲疑虑了啊，发生什么事情懂了就懂了啊，那我们说疑虑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他觉得这次没有超强，那你可能还是会被做掉。然后呢，那个白的觉得是说呢，国民党在欺负他，然后绿的就觉得是说呢，这个现在好像他的声势是比较好的，所以很多的状况啊，其实都觉得是说大家对这个制度啊，有点不大信任。其实这个有点违反我们选举的一个精神啊，选举本来就是应该君子之争嘛。但是啊，其实我们看到啊，只要是我们所认为的美式选举的地方啊，这里面从来没有君子之争啊，里面都是能抹黑就抹黑了，能丢粪就丢粪，能够干什么就干什么。那比如说那个还是一样嘛，那个阿根廷的那个新的总理，对不对？就新的阿根廷总统，拿个电击不说拆了央行了，他就上了，对不对？但是他的政见是什么？拆了央行，还有什么呢？没了，拆了央行了，就是说，然后把那个阿根廷的货币变成跟美元对应。那其实他的政见是非常非常的荒谬，甚至在选前他说要跟中国脱钩，选后就说我从来没讲过这句话。所以很多事情啊，这个其实各位对于选举都很着迷，然后你说我要支持柯，我要支持赖，我要支持侯，那其实都没有用，因为你再支持他们，他们也不会分你1块钱啊，他们也不会把国家治理好。我说的是实在的，这三党没有人会把国家治理好的啊，会治理的好，我们早就很好了，就是因为都不会治理好，所以说我们这过得都不咋样啊。这个其实我们今天可以谈一下台湾的经济。好吗？那我们首先老师还是跟各位去谈一件事情，很重要的事情。台湾呢，现在这个大选呢，它三方混战已经成型了，所以说很多人就说啊，蓝白破局了，所以说民进党他今天就是摆一颗西瓜出来，他都能赢。那各位你要想一件事情啊，我们既然是讲民主制度啊，我们就想一件事情，为什么民进党会赢？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为什么民进党会赢？我们先不谈我们上一次选举可能有些疑虑，好吧？我就想。为什么大家认为民进党这次可能会赢的几率比较高？民主制度啊，你用选举的状况来看呢，那因为大家都支持你，所以说你摆个西瓜出来都会选上，这是不是很合理的事情？如果他今天是大部分人都支持他，所以是说无论是摆赖清德或是摆一颗西瓜，他都会选上的话，代表大家都支持民进党，那么他就是多数决。那既然他是多数决，那是叫做大部分的民意，那大部分的人支持他，他本来就应该当选的。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所以说，如果你觉得是说，民进党不好，但是呢，你要需要别人去把它给处理掉，那么你又觉得他会赢，他赢面很大，那就奇怪了。那代表全部人都支持他嘛？那我们不支持他的话，那变成我们是少部分。我们既然是少部分的，那就我们应该尊重多数嘛。这个选举制度不就这样吗？少数服从多数嘛，多数的全部赢的都拿嘛。这就是我们的制度啊，制度就是这个样子啊。你不喜欢他，他可以赢啊，他可以赢，代表说大家百姓是支持他的。对不对？所以大家既然是支持他的，那他赢是正常的。按照逻辑来看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大家觉得是说，那个民进党赢了，台湾就完蛋了？那他赢就是大家支持他，大家支持他，哪怕会发生战争，那这个是台湾大部分的民意所支持他，要引发这个战争，那这就是民意嘛，对不对？这就是民意就是这样嘛，是不是？我们国家又没哈马斯，所以说他不会突然发动攻击嘛，是不是？所以是说，你今天如果真的是支持他，然后被捅了，那这个是大部分的民意，然后这个没有什么好计较的。所以说，你这个蓝白合不合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他们对方是大的，那他就本来就应该赢。这理论逻辑是这个样子，是不是？所以说反律是变成少数了，那少数就是服从多数，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各位去想一件事情：如果支持民进党的他就是多数。
好，就是多数哦。哦，那我们就说少数服从多数没有问题。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每一次县市长选举，包含了上一次都是一样的，都是由国民党拿下大部分的县市呢？各位有没有觉得很奇怪的事情？如果这些百姓支持的是民进党，那么上一次跟这一次，那应该是民进党所拿到的县市是比较多的，因为百姓支持他当总统、当立委，所以说你的县市长应该也是支持他的。但是怪就怪在什么呢？怪就怪在你这个整个的县市长今年更夸张啊，连台北市都被拿回来了，对不对？好像只有台南、高雄那些比较绿的地方是没问题，但是呢，既然大部分的县市长都是由蓝营拿下来的，那么你又何必去担心总统大选不会赢呢？各位懂老师意思了没有？你民意支持的县市长是这样，那么你应该这次选举都没什么问题。那上一次韩国瑜这个问题啊，当然里面很多疑虑、很多争议，这个我们就没办法了，过去也成过去嘛。但是我们要去思维的就是说，选举本来就是多数决哦，你无论你喜欢不喜欢，它就是多数决，它是一个很有问题的一个制度，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选出来的村长、里长，甚至是市长、县长啊，或者是直辖市市长、立法委员、议员，或者是总统、副总统都一样，我们对他完全不了解，完全不认识。很多人在老师那个命理名人堂里面只说到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我誓死支持柯，我支持赖就天子，那就要支持那个侯康沛，是不是？这些都不重要，重要是你为什么支持他？你只觉得别人不好，说我支持他，支持他的原因在哪里？他的政见都还没有出来，你选举公报都没有拿到，你跟我讲你支持他哪一点啊？哦，因为我就是喜欢他。我就是不喜欢他另外一个，我觉得他这个人清廉公正，我觉得这个人啊，可能是什么，这可能就是有问题的啊，这个人一定有贪污，一定有贪污，我觉得他有很多黑料，就刚刚朋友在开玩笑说那个侯友宜很多黑料，黑料你就去报啊，但是他一定没有黑料，为什么？因为你感觉他有问题，你觉得他一定有问题，但是为什么有问题不知道。然后有人觉得柯文哲很好，柯文哲好在哪里？在台北市从5大弊案变成5大案，变成5案，哪里好？你不知道，反正他就是怎么样，他就是一个清廉公正的。为什么？他代表医生，他是良医啊。那你有什么不支持赖清德？赖清德也是医生啊，对不对？这个就很有意思，就是我们根本对我们选出来的，哪怕是里长，你都不清楚。村长你可能比较理解啊，比如说老师以前住桃园啊，那个村长就很厉害，哎，他大小事他都会管，所以说有那个村长我们就很放心。啊，这个我就了解他，说我会投他啊。他选举我跟各位讲过了，他的选举很简单，摆一个桌子放在中央，然后每天晃来晃去，他就当选。有没有人挑战过他？有人挑战过他，就全部一定落选的，他是100%当选的。所以你看，我们根本就不了解候选人，然后你告诉我选举制度是神圣的，就说啊，你那老这个这样不对，没有对不对的，因为你不了解。完全是不了解的事情，好吗？所以台湾的政治啊，你选到后面了，其实我们参与的是一个我们不明白的事情，参与一个我们是没办法控制的人，我们怎么选都选不出一个可以治国的良好总统。为什么？因为他们都不是走制度出来的，任何一个想要参选的人都不是一个走制度出来的。你说侯友宜吧，对，你说他是走什么制度？他只有走一个新北市市长，哎，这可以，赖清德可不可以？赖清德也可以。好，但是他们实际上他们历练时间都不够长。对不对？你不是很长的时间了，是不是？所以说你真的要去讲这些事情啊，那这个都没办法，因为他们不是本来就是从小培养出来治国的。好，那有没有从小培养治国的？当然了，对面的中共嘛，中共就一党独大，对你不用想，你也不用选，你也没得选啊，好不好？我不可以说他好不好，我们只知道他们比我们强。为什么？他们的政府有贪腐，贪腐很严重，但是人家事情做到了，对，跟国民党以前一样嘛，老国民党蒋经国那个时代。蒋经国时代有没有贪腐？贪腐重了去了，是不是？那个台北市长那是官派的啊，对不对？说你用你就用你，说把你拿掉你就拿掉，一天的时间就够了。但是经济发展好不好？啊，老师你支持独裁啊？不要跟我讲这些，因为我们看历史，我们只看历史，历史怎么做我们就怎么讲。未来也许 AI 管制会比较好一点，好不好？所以说啊，这三番混战呢，其实按照老师专业来讲啊，目前来看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月的时间来验证。基本上啊，侯友宜的声量啊，它是会慢慢的持续去往上。那柯文哲呢，基本上，当然老师这2天也有人举很多的报道给老师看，是说哦，他的那个民调啊，是这个所谓的3党里面最高的，所以说这个破局是国民党的损失。老师只能说啊，第一个那个民调啊，那是在昨天以前出来的，所以说大家都认为，大家认为那个蓝白是合在一起的。那如果你认为那个民调是真的，那么
那个地方就很大的争议，因为它的时间点不一样。当然，这个按照命理来讲，是就是不会去妥协了。反正我就是认为柯文哲他是不会选上，他是没有机会的。那侯友宜的机会是比较高。那赖清德副总统啊，他就差这么一点点哦，他的副手选砸了啊，老师只能这么讲，他的副手是选砸，但是再怎么砸也没有比柯文哲选的副手还要砸。我相信啊，国民两党啊，他们都有自己的专业人士去辅助他们。那我觉得柯市长可能没有哦，柯总统候选人可能没有。因为他选了这个吴欣颖，大概是完全会把他磕到爆开的哦，整个爆炸的状态。所以说这个他会不会继续进行下去哦？我都抱持了一个怀疑，他可能会帮他自己的党籍立委去站台了。但是我觉得他自己也明白，他自己的总统大位这个梦啊，大概可能也许大概说不定啊，他就可能会放弃了啊。至少他的目标是把民进党拉下来嘛。那真的是他真的拿不到了，还真的不愿意接受了。我相信柯文哲市长他是会很有智慧的去处理这些事情，当然他去选下去也是 OK 的，但是我觉得他选不上，好吧？专业就是这样，我不能去妥协啊，大家所喜欢谁这是你们的事情，但是呢，我不能够去对我专业妥协，好吗？有人说老师你4年前也不准，哎，对，怎么样呢？其实多于偶正矣嘛，我又没说我一定准，搞不好这次也错了，说不定是不是？所以不要跟我呛什么，对不对？我10次里面8次准，还是2次不准啊；10次里面9次准，那还是有1次不准啊。对不对？总是会有的事情嘛，晴时多云偶阵雨，是不是？好不好啊？这个不用太去在意这些事情了，好吗？所以说啊，第二件事情啊，我们就要去谈的是什么呢？台湾当选了，谁当选了，其实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各位你要去知道一件事情，台湾谁当选了，我们担心的是说对岸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无论是赖清德副总统，或者是侯友宜市长，或者是柯文哲前市长。他们谁当选，其实都不是我们该担心的。该担心的是谁？也不是共产党啊，中国共产党他们要担心的事情。真正需要担心台湾下一任总统是谁当的，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国家，那个国家叫做美国。它绝对不是中国，中国根本就不担心。为什么？因为它本身它是有极大的优势去控制整个亚洲，它哪在乎它能不能统一台湾？它一定可以统一，这绝对没有问题，这没有争议的事情。以他的国力，他统治10个台湾都没有问题，说这个根本就没有争议的事情。说中国不会担心台湾选出任何的领导人，因为任何领导人对他来讲，那是你们选的事情，跟他没有关系。我们回去看历史，对不对？郑成功国姓爷他在这边朱成功，因为他被赐国姓嘛，明朝姓朱嘛，说他本姓郑，到后边赐姓朱，叫朱成功嘛，是不是？那郑成功他谁当台湾当岛主不重要，是不是？闻到郑成功、郑经、郑可爽，对不对？之类等等下来的，到后面的好像郑什么，他投降的好像不是郑可爽，是下一个不知道谁忘了。反正就是说他这个东林王国到最后谁统治，对于清朝来讲，他没有在意的，谁统治都一样，我就是要把你收回来，你就是得给我投降，你不投降，我打到你投降。过去就是这个样子，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议，哪怕到清末的时候，那个刘铭传什么都也是过来，我就是把你打到你服为止。因为国力相差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中国不用担心。各位，你去担心中国是错的，中国也不担心赖清德上来会给他造麻烦，然后没有谁上来，他就是一句话，我就要把你吃回来。哎，这个没有争议的事情，好吗？这为什么会美国担心呢？美国担心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比较谈到的事情，因为美国现在担心的就是台湾出乱子。什么样的乱子呢？美国已经没有办法再去承受在台湾这个地方多一个纳坦雅胡或者是泽伦斯基。各位懂老师的意思了吗？美国担心的是台湾出现纳坦雅胡跟泽伦斯基类似的人，我没说哪一个哦，你觉得哪一个是哪一个？你可别说我是特地指谁哦，我没有，我只是讲国际局势哦。这个状况，我们在中国习拜会的时候啊，那中国已经对美国去表态，你要么美国你就支持和平统一，要么你就直接的表态是说我们不再提供武器给台湾，对不对？你愿意做到这一点，那我给你面子，是不是？如果你不要面子，要脸不要脸，那我就直接自己去统一，你第一岛链就完完全全的溃败，那个是没有什么争议的事情。这中国习近平已经亲自去表态，这件事情上面没有和谈的地步，也没有协调的地步。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去认真看这个习拜会他们的内容？他的表达是很简单的，台湾问题我可以给你面子，但是你要愿意可以谈。如果你觉得你可以去阻挡，或者是像过去2000年前后，你去可以让台湾可以有恃无恐，那么老先生你想错了啊！这件事情你办不到，会懂老师的意思吗？
所以说现在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各位去理解，美国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台湾如果出现了一个比较激进的，那么它出现了一个类似泽伦斯基，比如说纳坦雅胡啊，纳坦雅胡只是疯狂，但是他是有实力的疯狂，对不对？如果像个泽伦斯基这样子的，那么美国就会发生一件事情，就会引起了现代的牧野之战。各位，什么是牧野之战？牧野之战就是这个我们可以在历史上啊，在中国历史上啊，第一个可以观察到的一个战争。牧野之战，它是由纣王他去东征啊，东征去打这个什么人方，就是他去东征去处理在东边的这些叛乱，所以是说他把精锐跟主力都派出去了。那个时候，周武王姬发他才带了他的那个各路诸侯大军来攻进朝歌。这之前我们谈过了，纣王他是一个有为的君主，他的军力大过于所有诸侯联合起来所有的军队。只是他为了国家的安全，所以是说他把军队派往了东方去攻打人方那个区域的部落，所以是说他的精锐部队全部都在外边，而他留下来镇守都是老弱病残，所以是说才会发生在这个战争的时候啊，他的前方部队没办法抵挡出来那西伯侯他们所带领的联军，所以纣王只好去自杀哦，他只好去这个自焚掉。对不对？所以说这个状况之下，美国也怕这件事情。如果台湾也发生这个状况，那么你现在美国怎么分兵呢？你要分给乌克兰也不是，你要分给以色列也不是，你要分到台湾来也不是，因为无论哪一个战场，美国都没有办法直面的去接受国际各方同时的给他的压力。比如说你把兵力派往到这个那个什么乌克兰，那么你等于你要跟那个俄罗斯你去正面的对战，那美国顶不住，为什么？因为俄罗斯它有绝对的军事权利，就是它的核弹啊，世界第一多的核弹，那我们可以相互毁灭啊，这个当然不是美国要的，因为他要的就是钱还有权力，但是你毁灭了，我什么都没得到，干嘛呢？是不是？那俄罗斯是穿草鞋的，美国穿皮鞋的，你怎么跟他打呢？是不是？那如果你把军队你要把它派到了在以色列那边去，开玩笑，你等于跟第三世界、跟中东国家完完全全的撕破脸。以后你不要去谈什么石油美元，你什么都不用谈，因为你整个西方世界的力量会整个退出了在这个中东地区。因为种族仇恨已经种下了，你就完全没办法了。他现在光把2艘航母摆在以色列的外海，就已经让全世界的很多的国家对这件事情感到非常不满，因为你只是让我们不敢去支援巴勒斯坦那边的百姓或者是部队，但是呢，你并没有是说你要去制止以色列，所以这个问题就发生在这个地方。那这两边已经焦头烂额了，如果台湾在这半年多又出事，那么他在第一岛链是完完全全是没有办法派出够多的军力去跟解放军去对战。当然有民调是说，哦，那个民进党的内部民调是说，他们认为80%几的民进党的支持者认为美国一定会来救，美国会来救，老师一定知道美国一定会来救，救谁？救美国人，美国一定会派军队来救，只救美国人，或是你有美国绿卡的，可能还不能救，他可能只救美国护照的人来撤离台湾。所以美国一定会来救他们自己的人。老实讲，这个对吗？哎呦，拜托，你看阿富汗就知道了嘛，是不是？你看阿富汗他就把你接走了，是不是？美国人就可以出得去啊，其他人呢？对不对？阿富汗那些协力人员呢，全部一个不留，都是留在原地被他枪杀。所以说，美国一定会来救他们自己的人，日本一定会来救日本人，这正常。这个不要说美国不好，也不要说日本不好，因为这个就是战争的时候本来就应该救自己人。比如说我们等一下谈到了缅甸内战。那中国也是救他自己人了啊，当然顺便把泰国人一起把他捞回去，是不是？因为他们是盟国嘛，所以说很多状况之下，我们要知道是说这个状况担心的是美国，因为美国现在它的对世界的控管力有点弱，而台湾这边又有点觉得是说天下大事有美国就没事，不是有美国你肯定会出事，任何一个信任美国的国家最后都没有好下场。比如说你这个伊拉克这次真主党还是被他直接美国射飞弹进去啊。对不对？谁只要跟美国靠得近，自己的国土就容易变成焦土一片。这个不是老是在胡扯哦，你自己看，所有的这100年来的战争都是这个样子啊，都是这个样子，没有什么问题。包含了个越南，你越南它的南越政府之前是跟美国靠的，结果呢？结果南越变成焦土一片，然后呢，那个北越就直接越共直接把越南整个吃掉。那越南得到什么好处嘛？他跟美国靠那么近，是不是？他的最后默认总统叫什么？阮文绍。对不对？你就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所以很多事情啊，我们要知道的事情是，整个台湾你选出来谁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国他会不会去介入，是说台湾你什么人不要出来去表态。好，那这个东西他是很担心的事情，但对中国来讲，这件事情都没事，好，都没事，不用去想谁会当选，然后那个台湾就会保持比较久的和平，没有哈。对中国来讲，你谁当选对他讲都是一样，都是一样，你只是收回去的时候样子好不好看而已。你要么就是激烈点收，要么就是和平统一，两个选一个，你没有不统一以外的道路。好吧，这个是老师个人的观点，好吧，个人的观点，好吧，这个你可以信，你也可以不信，那不重要，反正老师就是这么认为，好吧，你各位就听听就好。所以说，美国现在最大的压力就是怕自己从这个世界上的世界警察变成了是说四处这个开花的状态，让他的军力是没有办法维持，因为他们的海军，而且他们的造舰厂跟他们的维修厂，并没有这么容易可以让他们得到充足的后勤补给。之前在美国在二战的时候，他们自己是有能力去维修他们的船舰，甚至有源源不绝的一些物料可以让他们去供应到。因为全世界大战跟美国站在一起的，他们比较安全，所以他们可以得到各个国家给他们的物料。但是现在不是，现在是半和平的状态，这一半的和平状态，他取得这些原物料已经不容易了，包含了是说他想从欧洲取得这些原物料，它的价格会变得非常非常之高。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亲手把欧洲的能源供应给断了。所以是说，他取得这些成本变高了，那甚至这些造船厂外移了，那你要维修这些东西就变得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好吗？好，就说这个事情啊，台湾的选举事情啊，我们今天到这边讲到这边为止，好不好？这个不用太去相信是说谁选上会有好事啊，都没有啊。好，对老师也是3个都一样烂，因为他们3个命都很差，我并不觉得他们选上之后对台湾有什么好处哦，这个很难呐，好不好？你要论胜败是可以了，但是呢，你要论说在台湾可以平安下去哦，那不可能的。没有这个选择，好吗？好，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哈。好像没什么问题嘛，每次都这样，把我当背景音乐是不是？这大灾问不然以后我录好就好了，是不是？来跟各位问一下，我们这2天呢，我们更新的节目啊，包含了我们的固本因果论命啊，跟我们的命理名人堂。老师都采实景啊，就是说我们直接拍从自行室去拍啊，直接就录了。那老师现在这个是数位背景，也就是后面是绿色的啊，老师背景是绿色的啊，贴张图出来的。那各位觉得是说我们是不是尽量呢？就是说我们以后用实景来做会不会比较好啊？各位给老师一下意见，好不好？我们实景比较单调一点，但是那个画质可能会好一点，毕竟那个数位合成哦，灯具不够了，我觉得我灯不够，不然的话那个状况，我觉得那个粒子都很粗，好吗？竞选中打仗这个东西啊，兵者是国家大事哦，那个不用去想说他会不会明天出来打，都有可能，但是他打一定是让他代价最小的，说偷袭呢是最好的方法，好吧？偷袭真的要打武统，那就偷袭哦，偷袭不讲武德，真的在好自为之，对不对？所以说你不用说谁选举中，那对中国来讲，那都不是一个 option，那都不是一个是说他需要在意的事情了。台湾选谁都一样了。好吧，选谁都一样的，你只是说到时候投降投的好不好看而已，很简单，好吧？投降的那个投降是比较好看的，一个是你需要招炮火，一个是比较不用招到炮火，这个差别就在这里，好吗？真打起来，阵营都跑了啦，对不对？那阵营都跑了啦，怎么还留你的？是不是？你看那阿富汗，对不对？那个甘霖老师他不就自己飞了吗？带了一飞机钱都飞走了，对不对？你会觉得是说哪个领导人会跟你共存亡？没有这种人呐。能跑就跑了啦，对不对？流亡总统的待遇也是很不错的啦，是不是？因为美国要扶持一个反政府势力嘛，对不对？那流亡政府都过得很不错啊。你看那个某精神宗教领袖，我很尊敬他，但是他的身份就是流亡领袖，他的日子也是过得不错啊，对不对？就这样子，好吗？实景好哈，觉得他给老师一点意见了，老师也觉得实景比较好了，但是那个虚拟背景看起来就是。乍看之下也可以，但是你细看觉得不好，我觉得很不好，我觉得是很不好，好吧？让台湾24小时决定会不会投降北平模式。我跟各位讲，我老师还是这么认为的。你真的要统一，他一定有一个进程，他一定是金马先拿下来，然后到澎湖就停，就问你要不要投降。金马拿下来那只是一瞬间的事情啊。各位很多人就去评论这个战争的时候，你们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想一个怎么讲，一个什么呢？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就是台湾本土爆发战争，这个想法是有一点点不大正确的，因为金马一定先被收回去，
打金马那个事情，它不需要2个小时你就可以拿下。我说真的，你不是说看了国际桥牌社那个是电视剧啊，好吧？实际上你真的要打2个小时就可以，2、3个小时你就可以拿下了。因为我就在马祖当兵的人，你知道吗？我在马祖当兵，我在那边站了2年的岗，是不是？一眼望过去看到福州大陆的，对不对？然后我朋友他们在金门当兵的也是一样啊，一眼望过去，是不是？你就直接看到，就直接看到了，是不是？我们后面是遥遥无际的一个大海，对不对？祖国离我们这么远，但是对面就是大陆。那渔船常常就过来，你真的要去攻占的话，金马可能半天就把它拿下来，拿下来之后，他再花几个小时先到澎湖，对不对？你到澎湖就直接可以问你要不要投降了。澎湖再怎么守你也守不住解放军的航母，它一烧就够了，就可以让你的那个澎湖也沦陷了。那时候只要问你一句话，投不投降？不投降，火箭弹过来。这老师在2019年讲过这件事情了，哪知道这次的那个哈马斯他们用了一样的思维。当时老师就说啊，你的火箭弹你不要说什么啦，10000发打过来，你告诉我们的防空系统爱国者，你能挡几发？挡不了几发的啦，你连以色列都挡不了了，5000发以色列都挡不了，你还说我们中华民国的防空系统有没有以色列这么好？没有以色列这么好了，他打5000发过来啊，我看至少1000发可以着地啊。对不对？他打10000发，那可能就3000发可以着地了。所以说你打这个仗啊，他打到澎湖啊，大概就可以接受台湾了。哦，台湾大概你要跟他血战，那个我相信民意也不会同意啊，因为大家要过日子啊，不是为了跟你去跟他生死与共啊，大家是要过日子，谁当王都一样，百姓能够活下来就好了，对不对？这是民心，对，这也是天意。之前日本在收台湾的时候，百姓有抗争，但是大部分的百姓不是都像那个什么谁一样啊？廖天丁一样都要反日，反日的有，对不对？那但也有顺日的啊，比如说辜家，对不对？比如说苏家、辜家这2家，那就顺日啊，有没有不对？他是对的啊，因为谁能给他过好日子，他就顺谁啊，是不是？那很正常的事情，我们不能说他是汉奸，因为你名正言顺的取得嘛，你当然该归顺他，是不是？那你日本撤退了，那你满清，那个中华民国过来了，那当然大家也是接下来过日子啊，有没有去保日抗中也有啊，对不对？但是大家还是过了日子啊，那以后被武统了，那你还是过日子啊。百姓没有在跟你血战的啦，百姓都是投降的啦，好不好？百姓都是投降的，那个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议。所以这历年以来啊，谁掌握到澎湖啊，台湾就收下来了，好不好？那不管是你那个谁啊，那个施琅啊，海霹雳施琅，或者谁，你只要控制澎湖，你就直接可以控制台湾了，因为它完完全全从这个地方打进来是很快的，那个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跟争议，好吗？这个从历史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了。去看历史，人家说按照过去的事情，封建时代跟现在的先进模式不一样，人都是一样的啦，好不好？人都是一样的啦。历史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事情，你回头看历史，你就发现其实现在很多事情可以做了，好吗？好，那我们继续下去哈，这个控制一下时间。所以说我们刚才说到一件事情啊，就是什么呢？就说到中国的武力啊，已经可以完全控制亚洲的问题。所以南海的问题啊，现在在小马可斯就上面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了。为什么？因为你要最反这个南海行为准则，最跟美国去靠拢，要去跟中国对抗的，当然就是小马可斯。之前的杜特地家族啊，他基本上都是怎么样呢？我就不沾锅，你只要让我百姓怎么好，我就怎么干。反正他也明白讲了，他根本跟中国是没有办法抗衡的事情。好，这个是这不是那个是杜特地讲的，那不是我给他帮他去这个设计对白哈。他自己公记者会这样直接讲，我们绝对打不过中国，我为什么要跟他作对呢？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杜特地他现在一直靠美，导致了现在南海问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会有问题之外，还包含他国内上也有很多的反对声音，包含了连杜特地他家族的势力啊，现在也准备要去怎么样呢？准备要去酝酿是不是要怎么样倒戈，就是把这个小马可斯给赶下台，然后他们的家族的人可能可能是那个杜特地的女儿还是谁，然后再推上来再选一个总统。所以说现在啊，在于这个南海之间呐，这个那个菲律宾的态度啊，就变得比较模糊哦。这个其实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因为菲律宾它那边只要不稳定，那么美国又要去帮菲律宾，那个时候整个南海的局势越来越乱的时候，那你说台湾会不会被牵扯在内？那还是会被牵扯在内的，因为解决南海跟台海同时解决，对解放军最方便。哦，那个是2个问题一次解决，3个愿望一次满足，连统一都把它满足了，是不是？好，所有问题都把它解决掉，那是对中国来讲是最方便的事情。各位，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啊，南海这个东西啊，南海这个东西跟台海这2个地方啊，
我们台湾一直被我们的媒体啊，还有一些比较能够去发挥影响力的媒体啊，来去让我们认为是说啊，这个兵推里面呐，哈，那个中国会产胜，但是呢，台湾他绝对不会是说很轻易拿下来。各位，你可能不知道有没有去注意到哈，每一次的兵推，他们无论是美国或者是台湾啊，我们做的兵推，他们只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中国的东部战区的战力来当做对比，那只有东部战区，他们还有南部战区、北部战区跟中部战区，对不对？他们这么多战区，你只说他们1/4甚至1/5的军力来说台湾的时候，那他们会产胜，然后美国会战败，或是美国产胜，那无论谁产胜，那只有他们20%的军事实力去对的话，是这个结果。但是如果他真的要去对这件事情，你觉得他们只会用20%的军力吗？这会不会有点好笑了？就是说你今天要去打这个统一之战，然后他只动用20%的军力，这可能吗？那南海也是一样，说南海他无论是准备跟美国跟多少国家你去联合演习，中国还是有它的军事实力，是可以快速的控制南海。毕竟那是毗邻的海域，而不是像其他国家是远道重洋过来帮助菲律宾，帮助菲律宾对其他国家没有好处。所以说，真的发生南海问题的时候，这些舰队一定鸟兽散。大家只敢玩擦边，你不敢玩真的，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现在菲律宾啊，只看他的小马可斯家族啊，他会不会再度面临一次下台的问题啊？过去他老子就是这样嘛。那现在就是小马可斯他会不会再面临到这次的问题，概率是比较高的。而为什么小马可斯这么听美国的？因为他们家族的财产都在美国嘛，对不对？他们家里的钱都在美国，所以是说这个很容易被人家抓到脖子上哦，这个是还蛮正常的事情。而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件事情都跟美国是有关系的，无论台湾或者是南海，都是跟美国有关系的。但是美国现在比较大的问题是在哪里呢？就是它的经济看起来很好，但是有很多的一些专家学者去认为是说，你美国现在内部的问题是非常高的。比如说什么？比如说在那个小摩的策略师啊，它里面就有去讲到一件事，什么？他讲到一件事，就是在长时间的高利率的状况之下，企业获利啊，会变成让市场过度的乐观哦，是市场过度乐观，而不是企业自己过度乐观。因为企业明明知道，就是我收在这个钱，这没有办法，真的是像账面上这么高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代表企业它涨价，因为这个通膨的关系，它涨价，它所增加来的营收，它并不是它真实的获利，因为它还需要扣掉了贷款的融资。这美国企业啊，或者台湾任何的企业啊，基本上也跟银行都要往来。好，贷款这件事情是再正常不过的。你要完全无负债的公司去经营啊，我觉得概率不高了。因为台积电它也发公司债嘛，对不对？大家都需要去做资金的调度，用钱来做杠杆来去赚更多的市场。所以你一个企业，你说完全不贷款，可能路边卖面的可以了，可是他可能家里有房贷。小生意不用贷款，但是大生意你要去贷款了，那就不大可能没有的事情。小生意你可能就是你尽量是不要贷款，但是大公司你是必须要贷款的，因为这个是一个金融操作的问题。所以说，这个美国这些企业它贷款是很正常的，但是又是高利率，包含了是说你通膨状况之下，很多工会、很多劳工他们就必须要怎么样跟资方去反映，你必须要涨薪水。如果你不涨薪水，那当然我生活不下去，我当然只能找其他公司去养活我自己的一家人。对不对？很多状况当然是以自己的生活为主嘛。所以是说，你现在目前来讲，你企业的高获利状况之下，它里面隐含的就是未来的一个薪资增长成本，包含它融资所扣除的利息成本，那这些都是它的成本，所以它的整个毛利率看起来都很好，但是实际的净利率就不一定了。而且我们必须要注意到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在美国的年终的销售额啊，在目前的估计啊，市场的估计是增加3.3%。这3.3的意思就是呢，它是低于在2020年以前的疫情以前的那个消费水准。所以说，这代表是美国基层的消费力啊，正在以肉眼可观的速度再去减弱。而在疫情之前啊，这个年终啊，就是我们年底这个消费的增长啊，在疫情前它是3.9%，那现在预估是3.3%。各位不要小看这个0.6%，这个0.6%那个基数它是很大的哦，它是整个美国的销售的额度的为基数，而不是只有是说我们今年的市场只有100块，然后0.6%6毛钱的没事，是不是？不是，他们不是这样的。所以说，美国在感恩节他们的展开，前2天感恩节嘛，感恩节的话，那包含了就是说消费的状况还是得去做，因为它的火鸡可能涨2倍价格，但是2倍价格就可能就变成是从100美变成200美啊，这个还可以去接受，这是百姓不得已去接受的事情。那这个东西就变成什么呢？变成的是说，美国的物价越来越高，它的储蓄率就会慢慢的缩减。
美国还是有人会有储蓄的啊，当然他们负债消费是他们的习性，但是他们还是有怎么样，还是有人会去储蓄的，还是有存钱的一个习惯。毕竟啊，在这个新冠之后啊，很多的百姓啊，他们一开始懂了居安思危，就是哪一天又来一次呢？哪一天会发生这些事情呢？那人是懂得学习，从失败中做学习的，所以说他们的储蓄还是要做，但是你物价太高了，导致他的储蓄率跟金额慢慢的下降之外，我们上周有提到，就是他的债务是增加的，这里面债务增加的包含就是说在壮年期哈，比如说老师这种中壮年期的，你是维持一个家庭，而且是你在社会上已经在中间的一个中间的世代的。那这个时候负债率是越来越高，而且未清偿的这个卡债的余额也是越来越高，而且还有呆账，就是说我根本还不出来了，broke， 就是我已经破产了，是不是？那这个状况也是越来越多，所以是说这个状况在肉眼可见的衰退这个消费的时候啊，它还会消灭掉它未来可能的消费，所以这个状况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对于美国来讲，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么既然减弱了消费，那为什么企业还会增加账面上的获利？那这个东西就是有很多的事情去把它卡进去，让账面变得好看。所以我们刚才所提到了很多事情，它是没有去扣的，就是你预估的你这些要升值利率的成本，包括美国这次要放鹰，就是说他要去做这个降息，最快是明年第一季，也就是说11、12月甚至1月，他说可能不会去降息，甚至还有可能会升息。那这个就变成是说，你每一个月利息还是增加了很大。而我们要更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你利率提升，但是你的国家的负债又严重的时候，我们要看它是怎么样，它自己国家的竞争力有没有办法在未来，他们要去振兴他们自己国内经济，或是他们自己的一个民间消费的时候，他们有没有这个实力？所以说，我们就要看到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美国的汽车在过去是被日本所取代的，说那个美国的小老弟啊，日本就不断的把他的 Toyota 之类的一些车子不断的销往美国，甚至还可以有些时候还可以免税或是低关税。为什么？因为他要照顾日本。那这就造成了美国的一个汽车产业啊，包含那些通用汽车啊或者什么汽车的，造成他们那个必须产业外移，或者是一些他们销售的不如预期啊，这些东西就造成了美国的状态。而日本现在被中国取代。那这个问题就很大，比如说比亚迪啊，比如说蔚来啊，比如说小鹏啊，这些东西都被中国去取代在世界各地的汽车的份额，而不仅只有美国。而美国现在我们要看到更重要的地方是它的中型工业跟重型工业，它所剩下在美国本土的它的竞争力是比较有限的，但是他们的科技跟农业科技还有软体工业这些比较有一些怎么讲高知识的啊，他们还是有这样的实力在。那美国这个他们比较强的工业是在哪个地方呢？按照这个2021年说美国所统计出来的他们的一个工业组成他们比较会集中在几个产业，比如说石油啦、钢铁啦、汽车、航天做航天的 NASA 的航天的电信啊、化学品、电子加工、信息技术业，还有他们一般的消费品美国出产的他们的一些消费品，还有一些木材跟采矿。这些东西其实是2021年在美国来讲，它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些产业，也是美国的底气比较足的产业。但是随着这2年过去包含经过了疫情里面包含了化学品，里面呢包含稀土、医药跟电池包含汽车电池等等之类的，都已经被中国跟印度是可以大力取代的项目。而它的木材部分其实也不是只有美国可以供应，美国的木材它其实可以转跟比如说加拿大比如说跟巴西还有俄罗斯可以采购到一样的一个木头，可以跟他们采购到，所以它也不是独占的一个技术。但是美国采矿技术跟石油的挖掘技术抽石油那个技术的确是世界上最首屈一指的。但是你抽出来你能不能精炼就是一回事的。美国石油精炼是很强的，他们的石油产业是很强的，但是其他的并没有像石油这么强。而通信跟他们的一些电信技术这中国各位知道5G 跟6G， 甚至是未来的一些通讯发展包括北斗卫星的普及其实都已经可以跟美国分庭抗礼了。而航天科技美国它资金不足，所以说它的 NASA 也很难多发射几次火箭。那个阿波罗只能在阿波罗，那只能放在回忆。它要再升空这个是美国可能目前没有这个能力去升空。而它的石油其实在美国所有的经济产业里面它是最强大的，但是它强大归强大，
它是世界第一的强大，但是也不代表它是唯一可以在世界上所供应的。所以说，包含了中东啊、俄罗斯啊、委内瑞拉啊等等的，他们也是可以去取代美国的石油。那美国这次为什么一直叫中东减产或是增产来去控制油价？大家不配合的原因，因为那个他们的策略只对美国有利，是对其他国家没有利益。所以说，美国人的工业力量现在是日渐衰弱之外，美债的压力跟石油美元啊，中东已经在计划要慢慢的取消石油美元，那这个一定会让美国去陷入未来我们很轻易的可以去预测到的一个债务重组的时间。所谓债务重组是比较简单的讲法，意思就是它的美国的财政一定会发生崩溃性的危机，但是这个并不会让美国经济整个垮台，重演一次经济大恐慌，这个是不会的，好吧？老师虽然说美国经济很不好，它一定会面临到破产或是经济的美债的问题，但是不会让经济大恐慌那个时代再来一次，它只是没有办法发展，但是他们不会变得很惨，像那个胡佛那个时代一样，那个是不会的，好不好？因为他们有石油有农业，说这个事情是不会去发生的。所以说他们一定会到最后必须要去做一个债务重组，债务重组的部分，它就一定是需要日本跟中国这些大型的债主来去跟他去协调。哦，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当然，中国本身就不是很想跟美国协调，说他一直不断减持他的美债，现在好像已经低过8000亿了，未来可能会低过了可能7500亿以下啊，甚至在7000亿以下。那这个状况的话，对美国来讲，就是他的新债就卖不出去了，因为就在减持嘛。那大家先买旧债，那你很快就到期了，那你新债的话当然就不好发。所以在这个问题状况之下，美国的债务重组的一个危机，那我相信，好，这个可能不用到10年了，我们就可以预测到是说，美国的这个金融经济一定要重组，那个时候对美国的一个美元，或者是其他的问题，一定会产生重大的影响。我们看到欧洲啊，在那个金融危机的时候啊，它一样是受到很大的金融重创，但是欧元为什么还是那么贵？那是因为欧洲它的一个经济整体性可以让欧洲维持这个货币的强势，美国也是一样。它遇到债务重组的时候，美元它还是变成有利的消费，因为世界很多国家还是需要美国去交易，而且它有石油啊，它有技术，它也有农业，所以说无论再怎么债务重组，美国只会停滞性发展，而它不会变成一个很萧条的国家啊。这老师一直跟各位讲，去强调，我们看世界的状况，我们会知道它一定会出问题，但是它会出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可以知道它的底线在哪里。所以老师跟各位讲，你要去发展，你不要去往这个美国去发展，你尽量当然是以在东协十国的地方去发展，那因为他们的成长度是比较高的，那个是比较重要的。这个是一个逻辑未来一定很容易去验证的事情。而如果美国遇到这种债务重组跟民间消费比较不当的时候，他一定会做的事情就是你的海外军事的紧缩，也就是说他会更加的谨慎去对海外用兵。为什么？因为美国往外去打仗，人家觉得美国一定会发财，美国没有发财啊，美国战争才发财的都是那些军工产业，然后军工产业把他们发财的一些血去交给了这些众议员、参议员或者是一些等等的官员，所以说美国打战争亏的是美国，肥的是在发战争财的这些军火商还有政客。但是美国本身它是被掏空了，所以老师说一直跟各位讲，举个例子就是说，美国就像周天子，对不对？你封出去一大堆的一个王，但是呢，整个战国七雄、春秋战国时期最没有力量的就是周天子，周天子就没有办法去控制这整个局面嘛。说美国政府是不行的，但是靠美国政府去发财的人很多，那这些人在美国有危难的时候，他会不会尽量的去把钱送给美国花呢？当然也不会啊，因为资本的意思就是我有钱，我可以命令你，那我命令你，我可以分你一点，但是我不会去，除非你给我更大的利益，不然的话我不会去帮你啊，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那如果你说跟资本低头，那美国它的空洞就越来越大嘛，你给这些资本的特权就越来越多嘛，那这个就变成更大的危险的产生。所以说，美国的未来的它的金融服务业，还有他们的科技业，甚至还有他们其他的工业，它会面临到很多的转型。转型的意思其实还有很多元啦，比如是说，它不再以美元作为他们的唯一的一个杠杆的工具，它可能同时允许多国货币在美国交易。这不是只有在华尔街，你可能只能用一个杠杆，它可能用的杠杆就会变得更多，因为它把吸纳世界各国的货币进来，那等于是说它跟其他国家经济就绑在一起。那这个有可能让它金融这状况转型。那当然还有他们的软体业或者它其他的科技业，当然也有可能随着政府的更迭，那也有可能做一些改变。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
美国本身如果没有取消它的一个贸易制裁，那美国一定会加速它自己经济的一个受挫，一定会产生很大很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啊，也包含的是说，我们最近看到一个新闻，这个新闻是蛮有意思的啊，这个新闻是比较有意思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白宫啊，他去在根据英国的媒体啦，美国的锡克教分离主义变成了被暗杀的目标，所以是说呢，美国当局调查到这个之后呢，他就提前瓦解这个暗杀的行为，并且美国政府向印度去发出了警告，所以在11月22的时候啊。那个白宫啊，就做出了发言，就是什么呢？那白宫出来讲了，这不是老师的去造谣，好吧？白宫就出来讲是说，证实有人欲在美国的领土上暗杀锡克教徒，以及向印度政府最高层提出此问题。这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印度他现在认为美国你没有这么的强大，所以说我可以骑在你头上撒尿，就这么简单。比如说这个加拿大政府的杜鲁道，对不对？他就说他们在他们国家暗杀那2个人，那是印度政府干的，是不是？但他骂2句之后呢，就被印度怼回来，然后呢，他也只能闭嘴。为什么？因为他需要印度来去对抗中国，所以美国就认为是说啊，杜鲁道你就自己吞了吧，是不是？你就吞了吧，我就你就先吞了，不管你这么多，是不是？但是这一次是怎么样呢？印度他已经可以在美国政府去暗杀。他想要除掉了这些反他们的人，那这个事情就比较严重，就在于是说，印度他也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可靠的政府，他也不认为美国是可以一直给他们仰仗的，可以用他们庇护伞的，所以说印度就发出这样子的可能性的暗杀。当然，印度政府当然是怎么样的否认嘛，他对于这个美国白宫所发出来的警告啊，他政府只回答是什么惊讶跟担心。他也没有细讲他惊讶什么，他被抓到了嘛？竟然知道是我干的，说他惊讶吗？担心是说怎样？担心是下一次更不好暗杀了吗？他只是反倒他惊讶跟担心。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发现到，这个很多事情啊，就在于许多国家已经不把美国当成了一个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皇权之一，而是可以挑战的，可以试图去给他做一些骚扰的。那这个就是美国的权威会被挑战。那如果其他国家都敢挑战了，你觉得中国会怕吗？因为中国不用挑战，还用实力去跟你对抗，那美国就觉得这个问题就很大了，好吧？所以说现在我们要知道，这个在西方世界啊，其实未来的发展啊，那个是非常非常有问题的。但是很多啦，尤其是中国跟台湾的朋友就觉得去美国，你好像就是人生进阶了啊，好像就是说我去那边啊，我就可以怎么样呢？就可以从这个可能这原来你可能3000块人民币的或者5000块人民币的生活，就突然变成5000块美元的生活，而且呢，你用美国的收入可以过中国的消费水准。台湾也是一样，我可能台湾领4万，然后我上次我去澳洲呢，我去美国呢，对不对？我就变成14万啊，这个你想都很好想，讲都很好讲，但是你不能用什么，你不能用当地的赚来的钱去过你原来母国比较低的物价的生活，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在当地赚钱就得当地花。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台湾有很多外劳啊，我们就外国劳工啦，简单就是印尼啊、泰国啦、菲律宾啊，对不对？这些东南亚的一些劳工朋友，他们在台湾是为了赚钱，因为他们会付出很大很大的中介费啊，可能好几年，可能1-2年才能还清这个中介费。但是他们认为在台湾赚钱，你有2-3万台币的收入，比他们在母国来的好。但是问题是，为什么他们都一做又做很久，他们也不回去？因为他们没有赚够钱。为什么没有赚够钱？因为他在台湾当地很多就花掉了。女生可能留的比较住啊，男生劳工来台湾很多都把钱花掉了，对不对？台湾很多那个改装那个电动车，对，嘣一下你可以60公里，时速到60公里，超快的，他们配电超厉害的，是不是？所以说，你赚钱，当地赚，你当地花，你放假你就出去花钱。而台湾的物价，你跟越南、印尼、新加坡，跟越南、印尼跟菲律宾又不一样。那你赚了台湾钱，在台湾花，台湾物价已经变高了，那你当然会有这些，你赚钱，你根本就存不住钱。女生比较容易顶住了，女生的外劳来台湾啦，很多还是可以存下钱寄回家里，有些有小孩的，尽量把钱寄回家里，给他上课啊、盖房子啊，什么都可以。给台湾赚钱，在他们母国可以盖房子，然后我们台湾人台湾赚钱，我连租房子都会压力很大，对不对？这就是这些问题。所以说，我们等一下稍微谈一下台湾，我不要现在讲好了，不然等一下来不及，好不好？我们中间先不休息。所以说，我们台湾现在也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我们贫富差距创了10年来的新高
排10年来的新高。所以说我们伟大的政府啊，释放一个德政，就是我们在明年我们的所得税的免税级距要提高。免税级就要提高，那提高多少呢？各位可以上网去 Google 一下，这是有公告的。但是实际上来讲呢，是在这些媒体去调查，其实台湾半数的年轻人是指30岁以下的年轻人呢，他是穷到免缴税的，所以他本来就不用缴税，因为他钱实在赚不到那么多，他就本来就免缴税了。所以到最后你提高它跟不提高它，其实对年轻人影响是有限的。那当然，你对老师这种可能，我们靠劳力、靠技术生活的，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更好的一些免税的空间。但是年轻人才是未来啊！你年轻人如果没有办法是说可以提高他的收入的状况之下，那么你等于说台湾的经济是没有成长实力。我们不要说倒退，很多说台湾经济在倒退啊，其实台湾经济是没有倒退的，它只是缓慢成长。别人可能2年，可能连续成长3、4年，那我们就是停滞2、3年。那这个东西就产生了差距了啊，就产生这些差距。所以说，台湾的薪水现在的涨幅其实是跟不上物价的。所以说，很多的百姓他其实是很忙啊，很努力的去工作，但是他要追逐到这个稳定的到可以小康的状况，其实是没有这么容易的。其实是没有这么容易的。就拿简单一点来讲好了，你现在台湾的房价从南到北，过去只有台北桃园、台北的是炒得很高的，因为毕竟它是蛋黄区。对，那个大家知道台北的房价尤其之高，那没有问题的。但是因为什么样的议题去炒作，你把台南、高雄的房价炒得比天高，这是怎么一回事？而他们那边的薪资结构本来就只有台北大概6、7成左右，但是它的房价炒得跟台北快差不多了。那么请问一下当地的年轻人，你怎么去应对他们要去成家立业，要他们生活的办法？还是说你只能在乡下的一些地方，还是一样，我们就是农地那边可以给处，然后就这样住嘛？所以说就变成了是说，你台湾的贫富差距大在于是说你的物价跟房价你是没有办法获得控制。政府说他努力打房，但是你房价还是涨，但涨的幅度已经低很多。问题是你不该涨的地方你也涨了，那你的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因为你南部跟中部你的收入并没有这么高。那你就说送外送来讲好了，你在台北送外送，或者新北送外送，新北还要分区了，对不对？你说台北送外送，你跟台中送外送，你的件数会一样多吗？那比较难，因为人口就不一样多。那你台北送外送跟高雄送外送，你的收入会是一样吗？计件的单价是一样，但是你的单数就不会这么多，因为人口的聚集度就没有那么高，是不是？而且大家习惯就是不是说一起就不用就出去买东西了，怎么会等到这些呢？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台湾的一个状况是比较严重的各位去知道这件事情，也包含了台积电现在也希望在规避一下政治风险了。除了到日本熊本设第3厂之外，他也想到德国去设一个厂，但是问题是德国现在的自己的国家里面的预算切口就已经短少了600亿欧元，就自己都短少600亿欧元了。这德国算账真是蛮严谨的了，他们的一个预算什么东西的做事还是真的是比较严谨，有规律有这个规定在这个地方，所以他们不会像美国一样直接硬直接胡乱搞。所以德国的经济一直是比较厚实一点，不能说稳定，因为它现在也不好过，就只能说比较厚实一点。但是他自己的厚实状况之下，他都短缺600亿在明年的预算，那请问一下，他怎么哪有钱去补贴台积电呢？所以这个状况台湾的产业要去外移，它也有受到很多的一些国际上的风险。那你真的能够移出去的，早就移了。比如说什么台湾的一些钢铁螺丝或者是电线、电缆电线很多都早就移到越南、泰国最后是马来西亚有些移到中国。这些东西就是说台湾产业已经外移了。我们刚才谈到美国这些工业的弱点，台湾全部都有，而且台湾只有更加严重。所以说，你说中国统一台湾有没有好处？我觉得它是一个烂摊子状况是比较高的，因为我们台湾还有国债，但是它为统一而统一，对不对？那当然就是它的问题了，好不好？好，等一下我们讲一下关于我们的缅甸这个我们等一下谈一下，这个是比较重要在亚洲上的问题。好，老师也得喝口茶一下。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实景好老师后来之后我们再尽量把它布置好一点的实景，可能单调一点了，但希望大家可接受老师用实景实景会比较好一点。总裁有一篇说2035年、2045年地磁地轴说未来世界末日，这个老师必须讲一件事情我们的老师做事情是比较有一点坚持，就是我有什么证据我讲什么话我预测这个命理名人堂我是有我的专业当做证据你可以不信你可以觉得我胡说，但是我一定要有所本才说。
所以总裁说这个2035到2045地质地轴啊，要准备世界末日啊，这个在推背图上面是没看到的，好吧？你要到2060年状况可能会有，但是2060年跟2045年有没有一些差距啊？其实差距是不大的。好，这个也是有可能会发生，但是老师没有证据，我不敢跟你讲，我只能说闲谈的方法跟你讲，是说。按照推背图啊，你说2050到70年之间啊，它这个状况是有可能会发生重大的天然灾害啊，比如是说那个海平面突然上升啊，或者气候异常，这些事情是会有。但是你说2035年到2045年，这恐怕有点早啊。目前没有，我没有从推背图上看到这个迹象。但是呢，这个老师最近也在这一年多来是一直在研究推背图。我虽然没有更新啊，但是我也常常回去看一下。这推背图啊，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可能会受科技发展的速度而加快它的那个更替的时间。所以老师原来预测这些时间呢，那可能会加速，所以也有可能到总裁那个时间。但是我还是比较坚持在2060年这个前5年跟后5年这个时间会比较容易出现的，好吗？好，那个我比较会这样的坚持。哦，那其实不论总裁啊，或是老高啊，他们不要说他们抄袭别人啦、他只要能够告诉你不知道的，他就是好频道。好吧，我们心态要正确。天底下没有新鲜的事情啊！老师以前老就最后老高他的订阅数在20万、30万的时候，我就订阅他的频道啊。我现在也没有退订啊，只是没有时间去看他。对，总裁从6万我就开始看了，那个马连姐啊，对不对？我们都这东西我们都知道啊。但是呢，他只要能够提供给我们所不知道的资讯，我们就要赞赏他，因为他让我们了解到我们所不知道那一面啊。不要管他是不是抄的，是他有办法用他的自己的方法演绎出来。你真的是要去说不好的，是说一些不露脸的哦，就是那种内容农场上说 AI 产生的，那你可以抵制它这件事情，因为什么？因为它连脸都不露，所以它文章复制过来，然后直接贴上去，直接让 AI 去读，那个就不好。但是总裁啊，或者是老高啊，或者是那个老肉，他们都是，还有马莲姐啊，这些我都很欣赏他们这些的主播，因为他告诉我所不知道的，我觉得他很棒，我觉得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创作者，好吧？好说不要去抵制人家，我觉得没有必要的事情。那老师讲那个八字，他妈也是几千年就讲过的事情，那我也是抄袭者，这样讲过，谁不是抄袭者？你学的那些字不是抄老师的吗？你都是抄袭者，对不对？哦，这个就是另外一种想法了，好吧？好，那我们最后讲一下缅甸哈，我们等会是记录一下时间哈。缅甸这个内战啊，其实各位可能在台湾有稍微听过，但是不知道它严重性哈。缅甸这个内战，当然就是缅甸军政府跟他跟那个缅北地区的军阀产生了混战。那这个混战里面，它其实不是只有他们单纯内战的问题，老师这个可以跟大家说一下。缅甸内战里面呢，最主要是那些军政府他们的势力不是说他们的那个中央政府，我是指他们当地的军阀，他们的势力已经膨胀到其他国家不能够忍受的地步，这才是缅甸内战的主因。各位了解老师的意思吗？缅甸它4大家族，就是明家、魏家，还有大刘跟小刘这4大家族，他们的势力大到连那个他周边国家以外，甚至连美国都看不下去，所以他这一次的内战是其来有自的哦，而且相信中国跟美国，甚至泰国那些国家那些政府一定有角色承担在里面，因为缅甸军政府一定要有他们的支持，他们才去发动这个战争，他比较不会有后顾之忧。而为什么他们会支持这件事情呢？因为各位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这美国在这个缅甸内战之前呢，就已经先处理过了这些可能产生的问题，比如说什么？比如说我们之前所看到的币安他的老板被抓起来这件事情，各位可能只是以为它是一个虚拟货币的一个厂商，但是这个虚拟货币的这个交易平台商啊，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它帮这一些，比如说缅甸这些诈骗集团，甚至是哈马斯啊、真主党，或者是任何一些美国的敌人，这些恐怖攻击的这些人、地下组织这些人，帮他们用这些虚拟货币这些数位货币去洗钱，那洗出来他们一个愿意给他们钱，一个愿意给他们一些什么条件啊，买卖武器什么之类的。过去我们知道都是用钻石、黄金、美钞、现金来去交易，但是自从有了这个区块链之后啊，他们用了区块链来去大量的洗钱，那让这些恐怖组织或者是一些民兵组织，他们有办法去筹集到他们所需要的资金。所以说，我们看到为什么哈马斯它可以有这么多的武器去准备，其实它跟币安是有关系的。这个是在美国的公开调查里面是有的，各位有兴趣可以去找看看。说币安它被调查被抓起来最重要的原因，不是只有你是这个交易平台有问题，而是你这个交易平台是帮这些地下组织去洗钱一个很大的管道。而这个币安的老板他是华裔加拿大人，但是他从中国移民过去的。
所以说他被抓起来，中国不会去救他，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因为他已经移民到加拿大，他是加拿大人。而这个问题就包含到是说，这个缅北诈骗集团怎么来的？缅北诈骗集团其实它的体系是很简单的，它是先从台湾这诈骗的母国到中国，然后开始从在云南那个地方建立诈骗基地，结果呢，云南开始扫荡了，从广西、广东、云南那个地方开始扫荡了之后，他们移到了什么？移到了缅甸去。移到缅甸去，跟泰国边境去，在那个地方建立诈骗集团中心，而那个地方并不归缅甸军政府或是翁山书记他们管的，而是地方自成体系，它一样自称是缅甸国家，但是实际上他们是只手遮天。而这次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当然这些诈骗集团所得到的钱，你其实各个地方都有分赃利益，不可能只有4大家族分赃利益，大数都有分赃利益，但是问题是它影响到了2件事情是非常严重的。第一件事情是因为你做诈骗集团，所以说你到处的去掳人，就无论你是看到只要是华人，你不是当地人，他们甚至连外国人都要把你抓进去。为什么？洋人也把你抓进去，为什么你可以骗洋人呢？对不对？所以说中国人的人数比较多，钱也比较多，也比较傻，对不对？人傻钱多，所以抓中国人是比较快的，因为比较好教啊。当地也有华裔，但是比较好教的。那所以是说他们变成一件事，就是说你把无论是台湾人，无论是哪里人，你把他抓到当地之后，你不放人，说这里面有一些是找工作的高知识分子，甚至在中国是有名望的，然后你还把他虐杀了。所以说这件事情就变成孰可忍孰不可忍。你求财可以，你害命就不行。你害命就不可以，包含了他们在其他的国家，包含了在泰国啊，或者在其他的一些东南亚国家，就变成是说他们也在那边去怎么样去俘虏这些华人。你不要想是说只有中国人，中国人是比较好辨认，但是他们也抓到台湾人，不要忘记柬埔寨的一些事情也是一样。就他们在那边生根立业之后，就导致了疫情结束之后，观光它开放了，但是它不断的发生这一些事情，甚至在别人的国家里面把他们的人给抓走了，甚至在他们自己国家里面走个路也有可能被抓走，所以导致了除了这个诈骗集团这个果敢老街这些区域以外的地方，都会受到极大的观光收入影响。包含泰国为什么他们总理都要出来迎接中国观光客，因为他们人傻钱多啊。但是一个这个电影，对不对？人家不去了，是不是？我不去总可以吧？缅甸他也希望开放观光，但是人家不敢去了。提到缅甸，就诈骗，对不对？就诈骗，而且就是割腰子，是不是？你去有去无回，对不对？我只是出去玩，我必要去冒这个险吗？我去日本不香吗？我日本现在也不去了，那我去欧洲不香吗？我去其他国家不香吗？我去加拿大、去美国不香吗？我为什么一定要非得去你这些地方有生命危险的地方呢？对不对？去你那边，我去宁愿去伊波拉的病毒区啊，也不要去缅甸。为什么？伊波拉还可以办法治疗，你去缅甸你就有去无回。所以说你就变得影响到了柬埔寨、缅甸、泰国或者是老挝，就是台湾在辽国，还有这些各个地方他们的所有的一些观光收益。为什么？因为觉得他们不会去特别分东南亚哪个地方比较安全，就觉得东南亚全部不安全，除了新加坡以外全部都不安全。那么你是不是就得罪了？得罪什么？得罪了缅甸得罪了泰国，你得罪了柬埔寨，你可能得罪了很多很多的人，他们的观光收益，这个是几千亿美元的观光收入。那么你今天把它弄砸了，那大家当然就得处理你，我说一定得处理，那个没有办法的事情。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这个中国境内的这个对百姓啊，他们对政府的反抗声浪是太大了。为什么？因为太多人去反映说，你既然都知道缅甸那边在抓我们的国家人，他们也不放人，去了就等于没了。那为什么你不去处理，把他们处理掉呢？你为什么不派解放军去把人收了呢？对不对？那当然收的话就糟糕了，因为你变成干涉他国事务，那就不是开玩笑，这个事情就不能善了了。美国那些国家就开始出声了，你是不是要扩张啊？对不对？你是不是要学俄罗斯啊？所以这些问题就容易去出现。所以这次缅甸的内战，第一个被围剿就是明加就是明加以前跟着他们之前的一个什么，他们以前老将军那一挂了出来的，对不对？还有刘家2个刘家，还有一个魏家，这些一个一个迅速的把他们一个一个剪除。你光靠缅甸军政府的实力是没有办法去剪除这些军阀的，因为缅甸军政府没有这个实力，所以他为什么那么快可以剪除？而且中国还可以直接派军队去是说我要收回我的几万个在滞留在你们缅甸的这些中国人，当然里面很大部分是诈骗犯这不是每一个都是被逼的啦。其实我相信有一半啦，应该都是自愿去那边当诈骗的，因为反正你在原来地方你也过不下去了嘛。缅甸有这么好吃好喝的，对不对？
要男的有男的，要女的有女的，想干嘛都行，是不是法外之地嘛？是不是？当然一定很多人资源在那个地方，但是这不行啊！你让那些中国的这些百姓对政府产生的质疑，开玩笑，那肯定要你的命啊！所以说，明家整个被剪除啊，包含他女儿女婿，无论你怎么跑都没用，他就追到你天涯海角。后面一个魏家跟2个刘家，大概率也都会被剪除。所以他们最大的目标是剪除这些地方的军阀，那维持这个中国的边境的安稳，以及他们的民心的一个躁动。因为诈骗这件事情在中国已经变得非常严重的问题了啊，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是说，这次缅甸战争呢，它并不是只有缅甸单方面的问题，而是它打出的是亚洲的问题。打出亚洲问题，也包含了是说，你这个东西观光，如果大家没有办法把中国或是其他地方观光人才、观光的人流啊引到东南亚去，那么他们的国家的财政会出现很大问题。比如是说什么呢？比如是说越南它现在也陷入了房市的过度膨胀的危机。为什么？因为美国热钱在之前的疫情的时候，很多涌到越南去啊，买房啊，什么什么的，灌股市啊。但是呢，越南也拿这些钱了，也很好。那我们有那么多钱投资了，那赶快盖房子啊，学中国啊，去搞这些不动产膨胀啊。但是遇到利率涨，美国自己过不下去了，包含了你的观光客也进不去了啊。那这个问题就造成了建商它的偿债能力恶化，而且他们的自己自备的这些建商，他们自己的现金也不够。为什么？因为你没有钱周转。说很多问题是在缅甸这个战争一打出来可以打出看到是说很多在东南亚的问题，他一次要把它打出来，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么这些国家他们面临到隐性的问题，才有可能透过这个问题的解决，让其他世界各地，也包含了日本、包含了台湾、包含了中国啊或香港，甚至是他们本地的旅游才不会产生的问题。不然的话，谁会不担心啊？出门就回不来了，谁要去出国啊？对不对？所以说这个缅甸问题啊，我们要持续去关注啊。这对于是说中国怎么样去处理它邻国的一些内战，甚至是一些影响他们自己国家的问题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去应对它？哦，这个其实是在可以观测到他在处理南海问题甚至台海问题的时候，他会怎么样的去用什么手段来去做处理。所以说我们今天的标题啊，主要是写什么大代理。我们任何的，无论台湾选举，无论是南海，无论是乌克兰，无论是以色列，其实都是代理人战争。背后就那几个大头，大家互相互杠一下而已。各位，你说是吗？好，跟各位多借了7分钟的时间哈，不好意思哈，老师下次控场会控得更好一点，好吗？好，感谢啊，大家是没什么问题哈，大家没有什么问题哦，感谢谢福谦赞助哈，还有其他人赞助，我刚刚不也没看到哈，感谢谢福谦赞助，感谢林冠赞助哈，感谢我们的正豪赞助哦，感谢大家赞助，各位有钱捧钱场，有人捧人场。感谢大家支持哦。那最后我们还是说哈，我们的那个榴莲批算服务啊，我们都还是正常的进行中。那今天结束，本来要开始我们的这个榴莲点灯的时候啊，我们明年点灯的时候，老师要顺延1个礼拜的时间，因为太忙了，这几天连续更新，对不对？下礼拜我还要更新，是不是？更新可能不止1篇，为什么呢？因为年底到了，我欠的太多了啊，这个债要赶快还一下。我人更头痛了，好不好？所以说呢，我们下个礼拜啊，我们在12月的时候，我们再开始我们点灯报名的活动，因为老师要准备一下里面的一些资料啊，这个谨慎一点了，好不好？还有付款方式，对不对？能收钱的事情我都不会含糊的，好不好？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我是陈老师，我们下次见。